19号，国防部发言人张小刚就日本炒作辽宁舰训练活动答记者问称，相关例行训练符合国际法，无必要过度解读。张小刚表示，根据年度训练计划，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近日组织辽宁舰编队赴西太平洋等海域开展例行性训练。此次训练旨在提升部队实战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有关方没有必要过度解读。18号，日本政府炒作称，中国海军辽宁舰进入与那国岛、西表岛附近海域航行，并短暂进入毗连区。日政府发言人称，该事件不可接受。此前一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对此作出回应。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中方的有关活动符合中国的国内法和国际法。有观察指，自2012年入列以来，辽宁舰曾多次穿越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进行例行远海训练。日本自卫队军派出舰机全程跟踪监视，但并未做出较大反应。而日方大肆炒作中国航母编队首次进入日本所谓的毗连区，是指从领海基线量起不超过24海里的部分，而国际上公认的领海线宽度为12海里。从法律地位上来讲，毗连区不等同于领海，辽宁舰航母编队的行动完全符合国际法。此外，中国航母此时在西太平洋进行例行远海训练，也符合正常的作训节奏。纵观此前已公布的辽宁舰训练轨迹，其远海训练通常会选在5到10月之间，以避开西太平洋的秋季季风海况，同时避开西太平洋南部的台风活跃区域。中国航母训练一向被外界高度关注，国防部此前已多次表态，航母不是宅男，远航必是常态。作为中国首艘航空母舰，辽宁舰自入列人民海军以来，先后多次执行远海演训任务，当中不乏与外军舰机的近距离遭遇。此次穿航相关水域时，日本自卫队再次扮演了御用摄影师的角色，派出舰机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近距离跟监和拍摄。此举无疑具有挑衅性，并极易引发意外情况发生。在近日央视热播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淬火》第5集中，就披露了中外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某海域的高强度对抗。外方战斗机一批4架持续向编队抵近，研判可能对编队实施模拟打击。编队战斗警报！面对我方起飞区遭遇强降雨、强对流天气等不利状况，辽宁舰指挥部经研判后下令4架歼15飞机带实弹升空。准备为第3起飞位报飞歼15飞机。面对不断逼近的外机，歼15飞行员采取一系列动作成功拦截，外机没有尝到甜头，随即采取脱离。几十年来，只有他们在这片海域上空活动，今天我们也能跟他们同场较量。而在第3集中，曾在2012年从辽宁舰放飞首架歼15的放鹰人张乃刚，如今在军旅生涯的最后阶段，见证了新型战机今年从航母首飞。新型的战机上舰非常漂亮，那天天气非常晴朗，跟当年歼15首飞的天气基本上差不多。看到那个场景，不由自主地哼出了那首歌，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这一细节引发外界对此次辽宁舰远海训练的高度关注。对此，深圳卫视特约评论员石红分析，鉴于辽宁舰此次赴远海是一次例行演训，并不具有试验性质，所以对于期待借机观察解放军舰载机发展的外军来说，可能要让他们失望了。辽宁舰航母编队这次进行的远海训练是带有战术科目的训练，不是为了远海测试，所以搭载的舰载战机也就不是新型舰载战机，而是早已定型、成熟可靠的歼15。9月14号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开启访欧之行，与部分欧洲国家讨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并与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会晤。双方能否在欧盟对华电动车加税仲裁之前达成共识，备受关注。与此同时，欧方传出涉及对华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投票被推迟的消息，释放什么信号？来看看分析。据商务部网站消息，当地时间19号上午，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在欧盟总部会见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贸易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案进行全面、深入、建设性的磋商。双方明确表达了通过磋商解决分歧的政治意愿，一致同意继续推动价格承诺协议谈判。
全力致力于通过友好对话磋商，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表示，如果欧方执意实施不合理征税措施，中方将坚定作出必要反应，维护企业正当权益。王文涛18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主持召开中欧电动汽车产业链企业座谈会时指出，面对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中方会将谈判磋商解决的努力进行到最后一刻。当前，中欧汽车产业走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开放合作是最佳选择。与会代表呼吁中欧汽车产业链企业抓住机遇，深化合作，更期盼中欧双方通过对话磋商，妥善解决电动汽车反补贴案，防止贸易摩擦失控升级，营造公平的产业合作环境。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在报道中指出，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高额关税的举措可能效果有限，加征关税措施将损害欧洲本土汽车制造商。中欧之间的贸易关联度是非常紧密的，尽管这个反补贴的这个结果现在是一个对我们不利的，但是在未来的场景下，双方还有商谈，或者说某种意义上可以改变一些自己的行为，来争取一些和解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在王文涛到访欧盟总部之际，欧盟据报将推迟对中国进口电动车加征关税的投票。3名欧盟外交官表示，欧盟原定于本月25号举行的会议上就此进行投票，而这项议程目前已经取消，新的投票日期仍未确定。这显示欧盟内部的分歧无法弥合。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欧盟成员国在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欧洲舆论称，为了进行投票，欧盟委员会首先需要正式与各国政府分享其反补贴调查的最终结果，但目前欧盟委员会还没有动静。说白了，就是大家都会有对自己本土产业的一些产业政策。其实美国自己也在这么做，欧洲它也有相应的政策。但是到一定规模之后，其实我是让它完全遵循市场经济的规模在发展的。可能有一些国家它依然不能理解这个叙事逻辑。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称，原本欧盟委员会信心十足地认为它能够获得足够的票数，将这一拟议草案落地惩罚，但一些欧洲大国政府纷纷站出来反对新的关税政策，为法案的通过增加悬念。7月的首轮咨询性投票中，4个成员国反对，包括德国、芬兰、瑞典等11国弃权，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在内的12个欧盟成员国被指投支持票。但近期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期间表示，将考虑修改该国立场。分析认为，有可能其他国家也会跟进。深圳卫视注意到，王文涛访欧期间还分别前往意大利和德国。16号，王文涛在罗马会见意大利副总理兼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部长塔亚尼时指出，欧盟对华电动汽车反补贴调查影响中欧中意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严重打击了中国企业致力于欧洲市场发展的信心。意大利企业与意大利制造部部长乌尔索表示，一方不愿看到欧中之间贸易摩擦升级，这将损害各方利益。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10%，其立场会否发生转变，或将左右欧盟的加税立场。如果意大利跟随西班牙甚至德国投票反对关税政策，欧委会方面就会陷入困境。王文涛在德国期间分别会见了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和德国总理府部长施密特。哈贝克表示，德方不赞成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将敦促欧委会同中方寻求妥善解决方案，尽一切努力避免贸易冲突。观察指出，中国是德国汽车的第一大海外市场和重要的制造基地，因此德国政府在加征关税问题上立场谨慎。有欧盟高层人士透露，德国方面一直在致电其他欧盟成员国的政府，希望他们就关税问题投出反对票。德国肯定是希望其他国家能跟他一致，就是来反对这个加征税。但是他游说的力度以及最终的一个效果，我自己现在是没法做预估的。因为按照欧盟的规定，这27个成员国需要有15个成员国反对，并且这15个成员国里面要65%的人口，他那个条件设得非常大。